奏嘞！你看，就是春秋时期咱们山西商人的老前辈季然就曾经说过，这个天下钱币的流通就应当像行云流水一样，不能停滞。它流动的越快，那天下货物也就流动的越快，那为天下人生的利呢也就越多。但是几千年了，一直就没有人能想出一个让钱币快速流通的好办法。我觉得广生园首办票号，就是为天下人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。乔东家过誉啦！智庸自从在恰克图领略到了票号的好处，我就一直在替老前辈着想。我觉得这个票号啊，它好是好，就是参与的人太少。您想想，现而今咱们大清国也就5家票号，其中3家在平遥，2家是徽商。你票商少，你的票号就更少，你的分号就更少。就拿分号最多的广生园来说吧，就有北京、天津、杭州、福州、恰克图5个分号。你分号少了，你自然不可能方便的让各处的商人都能够办理这个汇兑，这是我的一大遗憾。我还有一个遗憾是什么呢？就是广生园现在只跟晋商里的有名的大商家做相遇，你就这一条规矩，你就把其他无数个中小商家都排除在了票号能够带来的方便之外。乔东家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票号业怎么办才能减少你的遗憾呢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广生园首创票号业，第一次让生意人不用携带大量的银子走遍天下做生意，成为一种可能。要是有更多的商家进入票号业，在天下有众多的票商组成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，让大中小商家都能够依托着这个网，仅凭着银票就能做生意，那该是一番什么景象啊！当年王协王老先生，他一生走南闯北的，就想做成天下那么大的生意，都没做成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没有票号，没有这个网。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，我们就能實現他一輩子都沒有實現的那個夢想。什麼呢？貨通天下。乔東家對我們票號業如此多的興趣，不是也想進入票號業吧？老前輩，我是覺得票號業的興衰將決定以後商業的興衰。我一是敬慕老前輩，二是想跟隨老前輩，把票號業發揚光大。喬東家今天來兌銀子是假，是來告訴老朽，喬東家要進入票號業，要和廣盛園分庭抗禮，是這樣嗎？嘿，常老前輩，我們東家的意思是說，要想辦好票號業，實現貨通天下的夢想，就要有很多家的票商一起努力。
我们东家的意思呢，就是说非常想跟在老前辈的身后，在您的扶持下，成为这票商中的一员。是这个意思。乔东家，孙先生，你们真是抬举老朽喽！让票号开遍天下，让天下所有的商人都变成票商的项羽。乔东家的心胸不可谓不远大，老朽佩服。不过这可不是老朽師傅當初辦票號的初衷。老朽的師傅辦票號只是為了減少項羽和商家來往使用銀子的麻煩，並沒有想到什麼匯通天下。唉，老朽老嘍，你們說的這些，就是老朽想做，也力不從心了。對不起，讓兩位失望了。二掌櫃，送客。我們今天打擾了，那我們就先告辭了。告辭，請。告辭。哎，帽子。喬東家慢走。东家还在想着刚才的事兒呢。喬致庸這個人，看樣子還是想在我們票號業插一腳。前幾年他們進來也就進來了，這個喬致庸和他們不一樣，這個人的野心很大呀。有您大掌櫃在，我們廣盛園什麼都不怕。您這10來年打下來的營盤是不可能動搖的。睡吧，东家。啊？长春，弄壶茶来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来。来。我今天到平遥去，办的事儿，說的話，怎麼樣？我覺得這程青崖也不是一個心胸闊大之人，他是視自己的票號為禁地，臥榻之旁不允許別人安睡。可是我想進這個票號業，確實不是想跟他廣盛園作對，不是想跟他爭利啊。我是確實覺得這個票號業將來會是咱們商業振興的希望。這廣盛園這10年來一直是畫地為牢嘛，只跟那個什麼大商家做相遇。那天下的生意要天下的人做，而且我覺得就是那些小商家，本小利薄，才最需要票號業的支持。哎，你想想，將來有一天，咱把票號開遍全大清國，你就拿着一張小小的銀票就能走遍天下。哎，那個時候那該是一番什麼景象？到時候咱們這代人能做出什麼樣的成就？東家，咱們能幹出多大的成就啊？在全國開票號，那可不是銀子的事兒，那得一座銀山。辦票號當然需要銀子，這還用你說？但是不一定就非得用自己的銀子。你票號它主要的業務是匯兌，但它同時也是個錢莊，它替別人存銀子放銀子。咱們可以用別人存進來的銀子來做咱們的票號，這是其一。其二，
咱们還得繼續的去犯茶，然後去犯私犯仇。對，用這個賺來的錢，一點一點的堆起你說的那個銀山。哎，第三，用別人的銀子去開票號。哎，對了嘛，咱們既然能用別人的銀子去犯茶，怎麼就不能用別人的銀子去開票號呢？快！哎，說話啊，別老在這兒發呆。東家，從前不管你幹什麼事兒，我都覺得你做得對。可就開票號這事兒，咱們倆之間，我對你就一個字：不。這是一個天大的好事，可是你為什麼要對我說不呢？正是因為它是天大的好事，是破天荒的好事，從來沒有過的好事，做成了就將一改天下人的氣象，一改商場重新立的新規矩，這簡直和開天闢地差不多，我才不和你幹呢。那為什麼呢？總得有個原因吧。東家，我告訴你，魚不可以脫魚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，辦票號，在天下支撐一張銀子做的大網，這就是國之利器。這把刀切下去，天下所有的人，不只是商人，包括官府、朝廷，甚至是皇上，都會感到切膚之痛。這是國之大利，這向來只能是由皇上來管，由朝廷來辦才對，怎麼可能由一個或者幾個或者幾十個山西商人來把它做成呢？那有幾個山西商人掌管了國之大利，那朝廷怎麼辦？東家，你打算把朝廷和官府都發配到哪兒去？可是那朝廷會讓幾個山西商人來掌管這國之大利嗎？我想的就是說，這個事它確實對天下商人是有好處的，真的。對，要想，東家，你現在想到的是天下商人的好處，可是這種大事好事你辦起來，它本身就不可能順利，那人家就覺得你是在其中牟利，你懂不懂？東家，從今天起，你一定要記住茂才一句話：從你進入票號業的第一天，你這一生就有可能過上艱難的日子，你將嘗盡世間的甘苦，喬家有可能就會一敗塗地，甚至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。你在嚇唬我呢？我可不是嚇唬你，東家，我可不是嚇唬你。那天下人應當由那廟堂上的那種官員去關心，那是他們的責任。你就是一個商人，你只要把自己管好。咱們今年去江南犯茶，明年去什麼湖州、蘇杭二地，咱們去犯私犯仇，這就足夠了。你要想想，咱們就為了天下的茶民、私民、仇民，咱們賺大筆的銀子，咱們就完成了咱們商人的責任。你至於你什麼開票號這樣的事情，東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還是把它放棄了吧，好不好？免得有一天你會遭受大難。有一個故事，我不知道你聽過沒有，就是說有一匹小馬，它想過河，但是它不知道河水的深淺，他就去問那個河邊的田鼠，那個田鼠就說這個河很深，你下去肯定就會被淹死。然後他就去問那個河邊的老牛，老牛就說這河水很淺，才到膝蓋這兒沒事兒。這個小馬呢，就自個兒就下了河，下去之後他發現這河水既不像田鼠說的那麼深，也不像老牛說的那麼淺。聽過這個道，哎呀，你去哪兒？我話還沒說完呢。坐着。東家，我最後問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已經決定了，非要辦票號？王八吃秤砣，鐵了心了。大丈夫在人世間，無非就是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。咱們生意人能幹什麼呢？不就是多做點事，多做點大事嗎？能做而不做，見機而不起，那是懦夫。我明白了，你這一生啊，就是以卵擊石的一生。就是不到黃河不死心的一生，就是被撞得頭破血流的一輩子。你咋這麼了解我呢？
嗯，一語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，其猶未悔。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非要走上这条不归路，我也没办法。反正我劝过你了啊，我劝过你了，我劝过你了啊。多謝多謝。你想有什麼打算？你想怎麼着？你是東家，你自己看着辦吧啊。有你這句話，我就放心了。咱們說辦就辦，明天咱們就着手開始辦票號的事兒。過完年，咱們就一家一家的登門借銀子。孙先生，哎，孙先生，怎么了，孙先生？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是。孙先生咋了？这怎么不痛快？肯定是耍给谁看的啊！不会伤了自己吧？小心点，孙先生。这么着，等他一会兒捂累了，咱們一起上把他拿下。明日，哎，孫先生，覆天山，孫先生，長雲海間，長風8萬里，水陸玉哎，孫先生，人萬。哎，把他放下，孙先生，哎，孙先生，小心点啊！再说呀，孙先生，你歇会儿，歇会儿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哎，孙先生，这，哎，孙先生，这，孙先生，抱着他，哎，孙先生，小心啊！孙先生，孙先生，上，大家快上啊！快點！二奶奶，別着涼了，咱們快走了。說得好，快！东家，我明白了。还没睡啊？我这不是做一梦吗？哎，东家，我在梦里边，我終於明白了。這廣盛園那帳房的那電訊，這裡邊的學問大了。我也正在想啊。哎，東家，你說這電訊，
它是為約束店裡的人而寫的，是不是？嗯。那這電訊這東西，它就應該貼在公眾聚會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它貼在帳房內，字又寫得那麼小，你說是不是和那帳房先生有關呢？对呀。哎，那广盛元的银票在哪儿呢？你把它拿出來，我再看看。我觉着这个电讯就是夹在这个银票上面的密字。我也是这麼想的。那他們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呢？咱們要是想破譯人家這個密字，咱們現在就得想到，這密字人家是幹什麼用的？那肯定就是為了代表這個銀票上面的銀子數啊。還有這寫票日期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再仔細看看啊。現在這張銀票是10萬兩，寫票日期是9月20日。那要是數字的話，就應該是，就比方說這1就應該是這個實事求是的實，2就是這個是。不對。不對呀，這就有問題。我看看。哎呀，我先撒泡尿去，啊。我也去。你呀，別着急，咱們現在快找見這個路了，就再進去一點兒，咱們就把這個徹底給它破譯了。哎呦，吊床小技。哎，你說什麼？東家啊，東家，吊床小技。怎麼着？東家。你橫着看這張電訊，你能看明白不能？不光橫着看，而且你得從左往右看，因為咱們一般讀書都是從右往左。這上頭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百千萬。下頭是1年12個月，再加個日月，再加個茶字。最後這個字是個什麼？這個就不用查了。銀兩的兩，正好24個字，和他電訊正好一樣，24個字。哎呀，東家，瞧我這夢做的，這做出多大學問來了！我覺得你這泡尿的學問也不小哎。去，這一不留神的知道了別人的機密了。不過我們也沒有別的意思，是吧？這個，我們就把它忘了吧。120兩，30兩，4300兩。二奶奶，算吧。 38兩，46兩，51兩，38兩，1300兩。哎，錯了。來，我來吧。來。1300兩，46兩，51兩，174兩，324兩，423兩，354兩，1725兩，443兩，2100兩，925兩。哎，你當心點你，你再從這兒栽下來，自個兒。東家啊，賬算好了，二奶奶今天可是露了一手，是吧？哎呀，咱們今年可是賺了。各店只有一家虧着，3家都持平，其他的全都盈利。特別是你去武夷山飯茶，
去蒙古大草原，去恰克图做生意，都赚了。赚多少？扣除你欠我一身茶农的银子，我记得是10万两，咱们净赚了30多万两呢。东家，今年是我到大德行30多年来呀，乔家最大的一个丰年，是吗？东家，恭喜，恭喜！同喜同喜。曹掌柜，这样，眼下不是还没到账期呢吗？但是賺了銀子，大家不是開心嗎？你給這個掌櫃的、伙計、股東訂個冊子，除了薪金之外，每個人再多分點銀子，讓大夥過個年。另外還有一點你要記住，本店除了掌櫃的，旁人一律不得看賬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新來的還分嗎？分，只要進了咱們大德興的門，就是咱們家的人，每個人多分10兩銀子。東家，10兩是不是太多了？剛出徒的學徒，1年的薪金也不過就是10兩吧。一定要給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你就讓他們記住，只有咱們大德興和夫子號好了，他自個兒才能好。啊，哎，好，我贊成。東家，新招的那些人想見你，您見不見？見，現在就見。二爺，各分號大掌櫃都到齊了，咱們家團圓飯也準備好了。大奶奶讓我問問你什麼時候開呀？馬上我見了新來的伙計，我就過去。你跟大奶奶說，今天這個飯一定讓各位大掌櫃吃好。哎，回來。準備點年貨，給村裡的這個街裡街坊的挨家挨戶送過去啊。行，知道了。我也過去給嫂子幫忙吧。好吧。哎呦，東家，你就不怕人家說你掙兩銀子燒的？我不怕，我就燒。燒得好，燒得好。我看咱們這麼燒，咱們只給窮戶最實在的禮物，讓他們實實在在的過個年，富人的就算了，省得他們遭記恨。這個辦法好，就這麼燒，就這麼燒。你也來，你也來。伙計們，東家來了！東家好，東家好，東家好！大伙兒吉祥，大伙兒吉祥！過年好！大伙兒吉祥，吉祥！東家，這幾位啊，都是咱們喬家新來的伙計。這2位啊，算盤打得好，那個6啊，老人都不一定打得過他們。這個聰明，腦子快，以後你有什麼事兒啊，放心交給他。這個一絕，心算快，多難多大的數，出口就來，是嗎？啊，這2個厚道，老實，您就放心了。叫什麼名？王俊樹。哪個村的？東關的。多大了？18。離開過家嗎？沒有。沒離開過家，過了年就得去包頭做生意了，還得去這個蒙古草原上做生意，那兒可冷啊，滴水成冰，北風就跟刀子似的，都拉人吶。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真不怕？不怕。還有這戈壁灘、大沙漠，都去過嗎？沒去過。沒去過。我跟你說，那種地兒別說人了，就有駱駝都有渴死的。你們這一去，按店規來說，就是1年之後才能。你們是學徒，學徒得4年才能回來。你到時候要是想家了，想你爹你娘了，你哭都沒地兒哭去。我還真不是嚇唬你們。今天咱們把話說清楚，你們要是有這個怕死的、怕苦的，咱們現在就回家去，該幹嘛幹嘛去，有沒有？沒有。沒有就好。大家可能都聽說了，今年對我們大德興和包頭夫子號來說是一個大大的好年景。這麼一個兵荒馬亂的年頭，多少鋪子都關張，多少個生意人都流離失所了，這都是我這1年來親眼得見的。可為什麼我們喬家的生意是越做越紅火？你們說這是為什麼？
因为我们东家不怕死，去南方犯查，要犯查去北方。说得对，但是呢，不全对。为什么说不全对呢？因为你做生意，你想把生意做好喽，你光会吃苦，那不行，你得会做生意。你比方说，你给店里挣回了一笔银子，我不一定夸你。但是如果给店里争回了一个好名声，让人家认死了咱们店里的这个信誉，我奖你，我重重的奖你，我给你加薪金，给你加身股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，我希望咱们做生意的人，不要心里只想着生意，你得心里装着天下，整个天下，知道吗？笑，傻笑什么呢？什么叫天下？你们知道吗？天下苍生啊，你碰到的每一个人，你要想，就是他一年四季最需要的是什么，而不是你老想着把什么东西卖给他，最赚他的钱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去蒙古草原上做完这趟生意之后，都能历练成一个胸怀天下的大圣，回来之后都能做大掌柜。因为我乔致庸要把我乔家的生意做得很大，有多大？有天那么大，那需要很多的大掌柜、二掌柜、三掌柜。你们每个人都要成为这样的人。但是你要想在我乔家做掌柜，你没有一个胸怀天下的抱负，那是不行的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行了，天儿也怪冷的，就赶緊回去歇着吧。回去吧。忙完了就趕緊過去。你是大掌櫃，你不過去，人家不好入席。我知道了，我馬上就到。哎，這新來的伙計裡頭有沒有在票號幹過的？好像沒有。怎麼？曹掌櫃，以後在這些方面，你就在七太平3縣幫東家多網絡在票號幹過的伙計。以後東家在這方面要用的人比蒙古草原的羊還多。前兩天我還聽說啊，廣盛園程大掌櫃啊，年前辭了不少這個封號的掌櫃和伙計，我去打聽打聽。行，過完年你給我辦這事兒啊！哎，只嫌少不嫌多啊！好嘞，有多少要多少，走。哎，就。好，辛苦了。乔家每年的腊月24招待大掌柜的饭可是出了名的，大家可别给我丢脸呢。放心吧，二奶奶，看好吧。哎，大家都好好干，干好了每人一個大紅包。二奶奶。大伙兒記下啊，諸位，馬巡。哎呦，德林，諸位，大伙兒記下啊，諸位都到了啊。哎，大伙兒記下啊。哎呀，往年這個位子啊，一般都是年資最長的大掌櫃坐，但是今年我想立個新規矩，咱們讓今年盈利最多、最辛苦的分號大掌櫃坐這個位子，大伙兒說怎麼樣？好。哎，大家要是沒有意見，這個新規矩啊，咱們就定下來了。今年在各個大掌櫃中間，包頭副字號馬大掌櫃出力最大，
盈利最多，他呀应该坐在首席，是不是啊？不，这可不行！这么多年长的前辈，马群可不敢。东家，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啊！我说两句。按说呢，今天为2号赚银子最多、最辛苦的人是东家本人，这是我们在座的谁都比不了的，所以我提議應該由東家本人來做這個首席。對，可惜我不是大掌櫃的，我是東家，東家為自個兒掙銀子那是應該的，對不對？再說今天這頓飯是我請你們，哪有這個道理啊？你趕緊過來坐下，坐。哎呀，坐！哎呀，你們坐着，坐。哎呀，諸位。祖上留下的這個規矩啊，有幾句老詞兒，大夥兒肯定都聽慣了，但是我還得說。諸位大掌櫃，今年一年，大夥兒辛苦了，我喬家能有今天，全仗着大夥兒了。我喬致庸，給大夥兒磕頭了。東家，您的心意大夥都領了，快起來吧。今天就是臘月24了。按照咱們山西人的規矩，過了臘月24就是新年了，明天就是新年了。明年呢，我想和諸位一塊兒更上一層樓，除了繼續走茶路，還想開闢絲路和綢路。另外，我還有一件事兒，明年開了市，大德興和副字號的所有字號都要陸續兼營票號生意。票號生意，聽好了啊，不光是這個大德興票號啊。包頭的副字號，還有新在蒙古社的分號，通通都要改號。我們首先要在自己有生意的地方，把票號的生意先做起來。我今天就是跟大夥說一聲，等過了年你們回去了，我把家裡的事兒辦完了，就跟曹掌櫃去北京的大德興。到時候我們爭取在北京的大德興，把咱們喬家的第一個查票莊的招牌掛起來。好，就是。上菜吧！上菜！二奶奶上菜了，是嗎？啊，上菜啦！哎，上菜了！小心着點兒！菜嘍！这邊大奶奶，大奶奶，高點，大奶奶。哎呀，嫂子，这大冷的天儿，您说您出来干什么呀？我高興啊，今年吶，是我們喬家的大年，跟致庸說，這年吶要過得熱熱鬧鬧的。哎，你看這雪下得多大呀！瑞雪兆豐年吶，今年吶準是個好年節。二爺，大清早來這幹嘛？去。這個。長順，去把咱們拿來的500兩銀子，去給廟裡捐了。二爺，500兩太多了，咱少給點吧。去。哎，別跟他們說是我捐的，要不然要出問題的啊！哎，大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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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奶
观音菩萨，今天是大年30儿，看来平时你这里香火也不旺，今天你逮着机会了，就好好享用吧。说什么呢你？二爷，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你要是想雪英小姐的话，我就陪你到何家去一次。闭嘴！还可以看文翠何必到这破地方？二爷，我看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庙祝，我看他就是个穷要饭的。他就不是个庙祝，我也愿意给，这叫心到神知，你明白吗？二爷，我真希望你什么时候也发发善心，给我500两，我就把翠儿给娶回来了。千马！哎，好嘞，走喽。尘缘苦短，叹人间路长，不能够容我心思量。繁华瞬间，如梦幻一场，世上人有几番空茫。春去秋来，叹世事沧桑，算人生成败相当。灯里远望，看山水。